在这部影片里，我会从简单的1+1等于2到简单的逻辑问题，一路到最后和你一起实现红石电脑。事情是这样的，在过了人生中感觉史上最快的一个学期后，我迎来了感觉最长的寒假。那我们一个寒假可以做什么呢？妈的，为什么那些帅潮朋友都可以有女朋友啊？操！我们资工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只不过会在寒假在麦块里面盖电脑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在 Minecraft 里面用红石来做一台电脑出来，而且我们在这部影片里还采用了超先进的1米级工艺，相较于台积电有50万个百分比的提升，而且还有绝对的稳定性，简直是左打 Intel 右打台积电。那么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相信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创业，成为超先进1米级工艺设计师，打造2025晶片奇迹。So enjoy。我们得先知道，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而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视为一个知识网络，而每个知识网络的运作都仰赖于其最基础的基石，又或者说是定义。这些基石作为学科框架的出发点，所有的推导和讨论都会围绕着它们展开。例如，在数学中，1+1的定义就建立在更低层次的逻辑和公理基础上；而在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或者说是牛顿的3大定律，这是物理世界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延伸出许多其他结论。进一步看，在经济学这样的社会领域中，基石也有所不同。例如，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在决策时总是会以最优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发现人并非总是完全理性，于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框架。这个框架让我们发现了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原本看似位于天平两端的知识网络，其实是紧密关联的。这也让古典经济学模型总是会出现的误差有了合理的解释，原来叫做不理性的行为。因此，每个知识网络的地基都有可能会相似，也有可能完全相同。为了理解每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进而正确的使用它们，厘清每个网络之间的界限跟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像是人工智慧和线性代数就是几乎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影片取人工智慧，而不是我用红石盖了超大的线性代数，这样很可能就会有更多人喜欢。那么在电脑科学这样的知识网络里，基础的定义之一，我认为可以追溯到命题和逻辑，也就是离散数学里。简单解释的话，如果一句话我们可以用是或者是非来描述它的答案，那么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命题。而针对两个命题或以上的各种关系，我们就称为逻辑，像是 and、or、not， 又或者叫做 disjunction、conjunction 或者 negation， 又或者说是在高中数学课本上面会看到的这3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符号们，它们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些就是整个电脑的基础。电脑的设计会围绕着命题和逻辑展开，剩下的就是透过电晶体实现到现实世界的过程。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所以我就不会过多的讨论这些细节。那么在我们开始盖电脑之前，我们最起码得先知道电脑是个什么东西。电脑的英文 computer 直接翻译叫做计算机，意思是一个能够计算，也就是处理任何问题的机器。不过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话，那更多会是数学的问题。你不想听数学，我也不想听数学，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奇妙的视角来观看。电脑里面也有一个脑子，而很神奇的是，电脑和我们大脑的结构设计也有很多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借由大脑的结构来解释呢？我们的观众几乎都是亚洲人，那么你一定有在小学2年级学过心智计算理论。这是一个描述我们大脑是怎么活动的理论。它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大脑等于神经元加上操作，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的电脑：程式等于数据加上算法，而电脑可以理解成运行程式的机器。透过这样的抽象，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了？电脑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对数据进行计算，就跟我们的大脑类似，对记忆进行操作。电脑就是一个操作数据的机器，并藉由操作数据来表现出任何我们看到的应用或者是程式。那么了解到了电脑其实就是一个操作数据的机器，那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我们只要有一个能够储存数据的组件跟一个能够进行运算的组件，理论上我们就打造出了电脑。剩下的都是为了应对现实复杂的需求而添加的功能，像是显示卡，就是为了应对大量简易计算而产生出的特别运算组件，还有为了与其他电脑交换资讯而诞生的网络之类种种。但 RGB 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研究指出它可以大幅提升电脑的运作效率。那么你也可以发现，电脑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为了服务解决演算法这件事而产生的工具。至于演算法是什么，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该讨论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是数学的问题，你不喜欢数学，我也不喜欢数学。那么你一定也有听说过，电脑就是由一大堆零和一组成的，这个是什么意思？电脑是一个超大的男童俱乐部吗？如果你有看我的上一部影片，那么你就会知道，我们可以透过0和1，将它表示成二进制，用来表示从各种数字，并透过像是二补数这种方法来扩展到复数范围，又或者说是透过某些奇妙的方法来表示小数点。你也可以很轻易的发现，我们不过就是硬把0和1透过特定的方式来组合，然后硬把这些组合对应到特定的结构上，就像是摩斯密码那样，每种特定的组合来对应特定的符号。也就是说，这些0和1的组合与数字的对应关系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你想要怎么解释都可以。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类似的概念也信手拈来。如果我们想要把特定的0与1的集合表示成特定的资讯，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表示其他东西。像是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0与1的组合，总共有4个0或1的符号，我们可以说第一个0代表的是草东没有派对，或者说是蔡徐坤。那么接下来3个0与1的组合，算一算2的3次方，总共能表示8首。所以我们可以说这8种特定的组合，分别对应了它们的各8首曲目。但一旦我们不考虑这种特殊的对应规则时，它就是一个2的4次方，也就是总共16种的可能性组合而已。同样的概念，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将特定的0与1的组合方式表示成文字、图片、影音，甚至是程式。这些我们定义特殊组合的意义的概念就叫做数据，我们等等就会用到。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电脑就是对数据进行操作。那么操作又是什么意思呢？操作一样也是很广泛的概念，只要是让数据依照特定的规则进行改变，都可以称为操作。像是加法就是一种操作，你知道1加1一定会等于2，2加2一定会等于4，这个就是数据依照特定的规则改变的一种方式。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入实作，因为我怕你们听懂，所以我们废话就少一点。首先，让我们来考虑最困难的情况。我们从可能在台大数学博士才会学到的1加1等于2来讨论起。那么，在只有一大堆逻辑闸的情况，我们要怎么计算1加1呢？让我们来找个例子，例如在二进制里面的5，也就是0101加上7，也就是0111。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最小位数是1加上1，所以我们需要进位，而在原本的位数补0。这个很简单，而下一位数也是同样的概念，1加1进位补0。但是下一位数就比较特别了，1加1加1，这样的情况则依然是进位1位，而在原本的位数我们需要补1，最后一位则是我们从上一位进位过来的1，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答案1110，也就是12。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发现，其中似乎有一个进位的逻辑存在。那么因为我们一次只会运算2组数字，而它们又只有0和1这2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们的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我们先考虑只有一个位元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它只有4种可能性，0加上0跟0加上1， 1加上0还有1加上1。这4种情况下，我们先稍微思考一下，0加0它不进位，它只会留下0，所以这个的答案是0。下面2格也是类似的结果，不会进位，但是会在原来的格子留下1，但最后一格就比较特别一点，它会进位。从数学的方式思考很容易，但如果我们从逻辑闸的角度来思考呢？我们也能同样找到规律吗？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在2个位元都是1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才会进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一点进位的逻辑在？这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ND 吗？那不进位的情况呢？
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有没有发现，只有在其中一个位元是1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希望结果是1，但我们并没有这种逻辑闸可以用，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逻辑闸变形一下。我们可以把4个 AND 跟4个 NOT 组合成这种形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特别的逻辑闸。这个逻辑闸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 XOR gate， 但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 AND gate 跟 XOR gate， 我们就可以进行加法运算。那比较聪明的朋友们就会提到了，那我们如果在算的位元上一位有进位怎么办？这道题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刚刚的加法表稍微扩展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依然有一个如果有2位以上的1就会进位，但是只有基位数个1才要补1这样的逻辑存在。那这个逻辑就可以被转换成这样大大的逻辑表，这一样也是不太重要，你只要知道它是什么来的，当你想要实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把它变出来。那我很自然的把它变出来之后，因为在我的红石电脑里面只能做加法，显然有些局促，所以为了应对现实的需求，我把我们的红石电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造。我除了加法之外，我还加了很多条指令进去，像是减法、XOR、XNOR、OR、NOR 或是 AND 跟 NAND 都有。这些也是都是不太重要，详细的制作方法你可以在 MatBatWings 的红石电脑 ALU 设计里面找到。这些比较复杂的说法，只是为了让你实际了解电脑到底在做什么。它就是把一大堆0跟1依照特定的逻辑做一些操作而已，而这些逻辑都是我们自己给的。你可以发现这些，我们电脑里面现在有一些红红的，有一些亮亮的，有一些暗暗的。那些亮亮的就是1，那些暗暗的就是0。你也可以说它是高电压或者是低电压之类的，反正就是逻辑。那我们也可以换个简单的说法，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加法器就像是一个厨师，他可以接受2个食材，然后你再告诉他你想要煎煮炒炸还是黄金招财鼠来宝，任君挑选。那么现在我们有个爆改加法器了，可以做这些奇怪的运算，但是这显然还有些间接。我们每次计算数字都必须要手动放入2组数字，然后还要再将要进行的运算给设定好才能进行计算，这样太慢太麻烦了。这就像是你要准备一桌满汉大餐，但是你每煮一道菜，你都得出去超市买材料，然后再去图书馆找一本某道菜要怎么煮的武功秘籍，然后最后再回到家里把这些东西塞给厨师。每煮一道菜都要跑这些程序，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备好所有料，并把食谱全部给准备好呢？我们可以想象有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先写出每一道菜要怎么做，要哪些食材，煮哪些食材，它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格式。然后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指定这道菜要放到哪个盘子备料。像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煎蒜泥白肉，然后放到黑色的那个盘子里。那么如果一道菜的手续比较麻烦，虽然我们只能处理2道菜，但我们可以分次处理。像是如果我们要做炸鸡的话，我们就可以搅拌鸡腿、蛋液，然后放到白色的盘子里，然后我们可以沾白色盘子上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刚刚沾好蛋液的鸡腿，然后沾上面粉放到油锅里，最后我们再炸油锅里的东西，用油去炸，然后再放到炸鸡桶里面，这样我们就做好炸鸡了。那么再为了更方便一点，我们干脆把这些句子整理好之后列印出来，做成一个单子，好让我们的厨师追踪到他现在做到哪里了。他或许可以用个图钉之类的钉在单子上面，好让他知道他现在做到哪一道菜了。那么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些格式叫做一个指令，那么电脑储存它的地方理所当然的就叫做指令记忆体。那么这个放了许多指令的单子，我们就叫它很多指令的集合，换句话说就叫做程式。而厨师用来追踪它做到哪一道菜的图钉，则很自然的叫做程式追踪器。这样我们的小餐厅就可以已经完成许多丰富的菜色了。
就像是我脚下现在这一台，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但是这样还不太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假如我们的小餐厅有一道很热门的菜色，叫做基拟太美，可能是一个特色料理之类的。这道特色料理的手续有一点点复杂，我们要穿白色吊带裤，然后铁三铐。总之就是一道料理起来有点麻烦的料理，手续太多了。这样这道热门的菜色全部写到单子上，就会看起来很杂乱。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道菜的手续全部给包装起来，放到一个盘子上，然后我们每次要煮这道菜的时候，我们就叫厨师去看一下那个盘子上面的内容。对，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电脑就是这样子做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比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写，我们可以放基拟太美的单子放到黑白相间的盘子上，当厨师要做基拟太美这道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厨师去看黑白相间盘子上面的东西，也就是基拟太美要怎么做的这张单子。那么这个叫厨师直接去看盘子，又或者说是叫我们的 ALU 直接去看记忆体位置上面的东西的概念，我们叫它 function， 也就是函式。我们可以把一段指令包装起来，放到特定的位置上，然后要用的时候直接去那个位置找就好。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单子看起来更为整洁，而且也节省了不少空间。那么实际实现这个东西的硬体就比较复杂一点，大多是靠复杂的接线跟一个叫做呼叫堆叠的东西来实现的。至于为什么叫做呼叫，那是因为我们使用函式这句话我们会叫做呼叫函式，这样听起来很酷，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么具体来说有多复杂，你可以看到从那一台从这样变成这样，有很多一部分都是为了实现函式的功能才做成这样复杂的，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复杂度有多高。那最后一种情况就比较北烂一点，那就是我们餐厅拿来备料的盘子有可能会不够用，又或者说是我们备料的菜有可能要放到明天用之类的啊，这样我们的菜放着会烂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那么很简单啊，你只要把菜给丢到冰箱里面不就好了？对，我们实际的电脑跟厨房很类似，那些放在盘子里的食材，隔天我们就会把它丢掉。那电脑里那些放在盘子上面的东西，又或者说是快取记忆体，又或者说是 RAM， 这些里面的资料也会在断电之后就会被清除。这种情况下，要把它保存起来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到断电不会消失的地方。它有可能会是 SSD 或者是 HDD， 或者说是随身碟之类的。那么在厨房里面就是冰箱，不过现实中冰箱里面的食物还是会过期，但电脑里面的资料要过期可能要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把资料放进去不会消失的结构，在我们就是红色这一部分，我们就叫它 data memory。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遍，这个橘色的东西是 ALU， 叫做厨师，用来操作资料。这些紫色的是 registers， 叫做盘子，用来储存资料。那么这些是 instruction registers，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单子，用来储存操作，也就是程式。那么这个东西叫做 program counter， 叫做钉子，用来追踪我们下一个指令要做什么。然后这个灰灰的东西是我有盖，但其实我不太知道能不能用的 call stack， 也就是调用函数时会用到的东西。那么最后的这个红色的大东西就是 data memory， 也就是冰箱。最后这个黑色的东西是我从隔壁干来的显示萤幕跟高科技红石稳定装置。有没有装真的有差。那么简单的电脑小知识就结束了，接下来让我来带你看看我们的作品。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刚刚的展示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帮我留个订阅，按赞小铃铛，这样会让我很开心。那么现在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到底都展示了些什么。首先是非常经典，你只要会写程式，那么你一定会写到过的 Hello World。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很简单，这个展示我弄了整整半天才弄出来，弄出了10几个，我把它命名为痛苦的录影，其中有各式各样的 bug。我还抽出过4种看起来像是在侦探小说里面的 Hello World 的加密版本，我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办到的。那么如果这还不够直观，你可以想象你要把这个表抄到纸上，然后你还要一个都不能错，那简直就是 Oh my god。 下一个刚刚那个在数字在跳的东西，它叫做斐波那契数列。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给定第一项叫做0，第二项叫做1，我们接下来的每一项都是前2项的加总，也就是递回数列。这个东西在经过 Hello World 的历练之后，这个盖起来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比较痛苦的是我的 code 写错了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 code 写错了，害我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说为什么我的34加上34前一项是多少？反正就是34加上前一项，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89，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少写了一段。对，我还以为是我的硬体开错了，害我头很痛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会好奇，这样的一台红石电脑在 Minecraft 生存里面有什么用？想一想，在 Minecraft 里面，如果你要走非常非常长的距离，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你会用矿车吗？你会用鞘刺吗？还是你会用冰船呢？你会用冰船呢？但是这些都太慢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机器可以让你一瞬间就传送到目的地呢？没错，它就是我们的……那个不是这个，它就是我们的末影珍珠，还是叫做中介珍珠？没错，我们在红石里面有一个很酷的交通工具，它叫做珍珠炮。这个是台湾一个很酷的伺服器，叫做云正工艺盖的珍珠炮，它可以把你投的中介珍珠炸到世界的尽头，让你在一瞬间传送到你想要的地方去。而其中他们计算珍珠落点的方式，就是在 Minecraft 里面盖一台电脑出来，超屌的。这台电脑其实也有个设计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的小 bug， 那就是 ADI 那个 add image 那个刚才怎么念？那就是 ADI 这个指令不能用，因为我接错线了。我在这里给它打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惊叹号，上面写了线接错了不能用。没错，就是因为我接错线了。这个东西也算是个小问题啊，你可以用 add 指令来代替。那黄色的部分呢是那个我们的 encoder 的数量不够用了，所以这3个指令我都没写进去。当然你想要用的话，你可以把它自己写进去。那比较严重的是 branch 这个东西不能用的话非常严重，因为这会我没记错的话，这会影响图灵完备性。那其实它应该也不是说不能用，它有可能是可以用的，你知道吗？它准确来说不能用的原因是我不太想去测试它到底能不能用，因为我一旦知道它真的不能用的那瞬间，我就要去修它，那个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把它留在这个好与不好的叠加态里面会比较好一点。那除此之外呢，像是 call 跟 return 这2个另外一个函数人的功能也是不能用啊，也是没有测试的，也是有可能可以用，但大几率不能用。还有从记忆体里面读资料也是没有测试的，但是存资料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为了要展示 Hello World， 所以我把这个给测试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功能更完整的版本，你可以去试试看 MattBatWins 的版本，我也是跟着他的教学盖出来的，所以你也办得到。那么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台红石电脑，作为一个在自工领域出现的 demo， 在惯例上我们要为它取个名字，我们就叫它 Programmable Shit Integration Binary Computer with AND Gate， 我们的简写就叫做屁眼啊。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买购，所以我们就叫它 Tomolim 吧。
到这里，我们就理解了整台电脑的运作原理，跟大概你会需要怎么样的知识才能够盖出这台电脑。这些东西你想学得更详细一点的话，你可以看看原作者 Matt Wins 的影片，又或者是网络上的免费课程，像是 Nano Tetris 之类的，这些我都有看。那其实我也不太保证你看完之后能不能把它盖出来。这个地图等我学会怎么使用 Gaybar 啊，我说的是 GitHub 之后，我就会把它开源放到上面去，跟上一部影片还有上一部影片的存档一起，也就是那个什么多元感知模型跟可以学习的多元感知模型，但一个可以用，一个不能用。最后的最后，这部影片是从去年的10月初，也就是差不多是红石神经网络上传后的下一周，一直做到现在，实在是略显亏贼。你会建议赞助我继续做影片吗？你会介意吗？点赞跟订阅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我很穷，给我钱我会很好的利用它。那么，请你祝我新年快乐。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可能暑假再见。我要去读线性代数大逃杀了，听说我们学校只有10%的人能过，真的是很刺激。不。